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驴，很久没有更新了，很久没对着镜头逼逼。今天呢，就是作为平常作为一个照片和视频双修的摄影师呢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器材和设备吧。先给大家说一下我的主要的一些小的项目，都是像一些活动拍摄啊、会议拍摄，然后再就是婚礼的照片和视频，外加一些七七八八自己玩里拍啥的，所以它算是一个比较大众的一个选择吧。然后的话，选择这一套其实也纠结了很久，因为之前也走了很多弯路。那么今天就作为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偏好吧，就是可能会稍微有点主观，给大家去分享一下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吧。然后呢，像刚才说了，我刚才因为视频和照片是对半的，所以我没有考虑纯粹的照片机和纯粹的视频机器。然后我的主要一套系统是索尼的，照片这一块因为没有选择像 R2系列的，因为像素比较大，然后后期起来也是比较麻烦，我觉得对存储压力也很大。然后没有选择视频，就是因为如果考虑纯粹的视频机的话，对我来说有一些能过剩。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水桶机，所以两台机器都是选的水桶机。先讲一下我的一个主要机器吧，就是除了我正在拍摄这台索尼的 HM3之外，还有就是我最近买了一个索尼的 HM4，因为都是水桶机嘛，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嘛，不用考虑具体是相片还是视频，所以中规中矩。然后除了主机这一块，再就是镜头。那现在拍的这个镜头是索尼的1635的 G Master 的一代。这镜头买了有1年多吧，觉得还挺实用的。平常我拍一些 vlog 啊，或者拍一些大型的活动，像拍一些大的场景啊，1635还是比较实用的。加上它有一个35端嘛，还能拍一些特写啊什么的。相对来说，我个人觉得比像那个腾龙的1728，或者是适马的那个1628吧，要实用一点吧，所以我选择这一套1635的 G Master 的一代。选择这个还有基于考虑，就是我现在索尼手头的所有镜头都是索尼的，因为我觉得整体一套系统下来，就是不管你用户的使用习惯也好，还是颜色匹配来说的话，都是不会那么，就是比较简单，不会那么糟心。然后除了这个1635拍一些活动、一些大的场景啊，包括有时候35端可以作为拍一些特写的用途，我觉得还挺好。然后除了这个之外，这就是一个索尼的50 1.2的 G Master。这个呢，本来是最早是考虑那个适马那个50 1.4，但是最后没有选。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之前的那一期索尼50 1.2的一个开箱吧。选它还是有一点私心嘛，因为我平常也会拍一些小姐姐之类的，所以我需要一个素质比较好的大光圈。这个基本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毕业镜头了，所以我觉得，所以我选择了50，没有选择2875，就是可能拍一些活动的时候，2875或者是2470可能比较实用一点。但是我个人来说，作为一个标准焦段，我用来用去还是觉得50更适合我一点，因为广角端我有1635嘛。所以，35可以临时救急一下，然后50就是主要是拍一些特写，然后因为是索尼的 HM4，它做裁切的1.5倍裁切，这个50也可以当一个接近75吧，对，75接近80那个焦段去使用嘛，所以我觉得还可以。然后第3个镜头就是我的这个索尼的70-200 G Master 的一代，没有选2代就是一个理由就是很穷，买不起。然后这个主要是我平常拍摄一些体育活动，因为去年1年我都是在武汉拍一些体育活动，像橄榄球啊、那个飞盘呀这种，或者就是户外跑步的一些东西吧。因为有时候距离太远了，还是用70-200比较适用一点。再加上平常做一些婚礼的第2机位的话，70-200可以作为一个特写机位去拍摄。整体来说，就是我除了1635、50和70-200，这3个镜头为主。然后副机位就是这个 HM3，主机位是 HM4。这一套用下来比较省心嘛，就不会考虑那些奇奇怪怪的焦段。比如说最近出了很多的一些焦段嘛，
就考虑来考虑去，我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，喜欢传统的大声源。但大家也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考虑，像那个 Tamron 腾龙的话，它出了很多的一些焦段，什么1728呀、2875啊，都出了2代了，而且2870吧，对吧 ？Sorry， 然后还有70180啊，这镜头都出了有1、2代了吧？整体它们的性价比会更高一点。因为我之前也是用4码的镜头，但是后来等不到4码的70200，所以就把4码的一套东西都出了。之前有4码的1628和4码的那个85-1.4，对，那2个镜头的 DGDN Art， 还有2470 DGDN Art， 所以那几个镜头用起来还是很好的。但是我需要一套完整的东西，需要一套完整的色彩吧，因为我之前拍那个MV 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个4码的镜头啊，它有个问题就是，它会有一点偏黄，跟索尼这个有点不一样，所以还是比较懒嘛，所以做后期我希望更得心应手一点，再加上索尼的它原厂对焦的性能要会好一点，所以最后我还是把4码那一套出了。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没有等到4码那个70200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一套设备啊。好，讲的镜头跟那个相机还有一些配件吧，然后第一个就是这个稳定器，我用的那个智云的 VBLS， 还有一个智云的这个云鹤 2S。前2天把那个 VBLS 出掉，是因为还是有点吃力，配大一点的镜头，超过像我这个 HM3 加这个1635的1代的话，加一个铁兔龙，它有时候还是有一点低头，所以把它出掉了。出掉之后就买了。就换到我的这个云鹤 2S 作为一个主力的稳定器来使用。除了这一块的话，这就是监视器我还是用这个阿童木的史努比，但史努比这个监视器有个问题，就是它质量这一块其实很不好的，会容易破。我这一块就是自己平常比较粗，也把这块就破掉了。但是它有2个1/4螺口。这个坏掉，我只用这个，然后每次插线就要反着用一个镜像，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不是很好，坏掉了嘛。当然，大家用东西也需要再细心一点。然后除了这个史努比的监视器之外，收音这一块我用的是那个现在正在录的这个罗德的 DJI Mic，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。然后平常拍婚礼的话，或者是拍一些会议。除了这个 DJI Mic， 我还有一个那个罗德 Wireless Video Micro， 对 Video Micro， 那一个做一个机顶麦，这个是做一个无线的收音麦吧，还比较实用。然后它可以插在调音台上做一个备份嘛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大家关注我这个 DJI Mic 的那一期视频，可以去看一看我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使用心得吧。说这一块，然后闪光灯我用的是这个神六的 Godox V1S 索尼版的，这个灯陪了我很久，平常拍一些小姐姐会用，拍一些活动也会用，不管作为一个机顶还是作为一个离机的，它的这个实用性还是很强的。配的这个 VS 是用的这个X1 Pro， 对，这个是 X1 Pro 的索尼版本的无线引闪器。讲了闪光灯，然后讲一下电池配件吧。这电池配件我买了一个 JJC 的一个电池盒子，但我强烈推荐这个电池盒子给大家看一下。因为平常我拍一些东西，像有时候忘记充电呀，这1-2块电池它肯定是不够的。所以我有时候多带几块电池有备无患，但是又不想把包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所以这一块我就买了这一个 DJI-C 的一个这个电池盒子，我觉得很有用，它可以放6块电池，然后上面可以放这个 SD 卡、TF 卡，包括这个 CF Type A 的卡，还挺好用的，强烈推荐这个。然后的话，外挂系统，像我有时候背包的话，我会带一个这个国产的一个。这个没有买 PD 跟那个，是因为我觉得还是有点贵，所以可以挂在背包上，还是比较实用。然后除了这一块的话，对无人机，我的无人机比较老了，现在是比较老了，是这个大疆的 L2，对我觉得无人机对我来说，
不是说飞的特别多，因为我不是专业的航拍飞手，有时候是简单的给活动拍一些大空镜啊，拍一些环境就可以了。除了这一块之外，用的这个 ND， 对，忘记说 ND 了。这个 ND 的话，用的是这个叫奈斯的，对，奈斯的 True Color 1:5档的可变 ND 滤镜。然后因为3个镜头不一样，我在淘宝上买了就是这种几块钱一个的那种转接环，可以去转接这个可变 ND 滤镜，觉得还是挺有用的。因为我对这个快门，我对齐快门跟这个动态模糊有自己的执念。当然，很多我遇到一些拍活动婚礼的摄影师，他们就直接那种几千快门的这种我不是很喜欢，还是比较喜欢把快门对一下吧。然后这盒子，我推荐这么一个小的盒子，这个是我的那个云鹤 2S 的一个放电池的盒子，我觉得挺好用，就大家在某病西西上可以买到这个，可以放6块，对，10块电池。平常因为我的 2S 可以放3块嘛，就2个3块可以用2次6块。对，然后这就是我的一个剪辑设备吧，就不说了。我是现在用的是一个索尼的用那个苹果的 M1配这个铁威马的一个硬盘盒子，然后里面装了4块的这个机械硬盘，加上我买了三星的一个 T5 一个 T7，都是1个 T 的。然后这个我的一套工作流，因为我平常用那个 Final Cut 比较多，Final Cut 这一块我把工程是放在这个 SSD 里面，然后素材放在这个机械硬盘里面。大家在这一块可以去看一下特里的那一期视频，讲一下你如何去整理自己的素材，新建这个叫什么 Final Cut 的一个项目，怎么样新建项目，对，包括项目管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特里视频大拍档的那一期内容。然后主要这一块吧，然后就没有什么了。哦，对，还有三脚架，三脚架用的这个对，之前做了开箱一直没评测的这个幽兰紫科曼，我觉得这三脚架是我用过最好的一个三脚架，因为可能首先还是穷，买不起那么贵的，然后这个三脚架对我来说已经够实用了，对，然后它不是一个液压云台的，就那种普通云台，但是它比较巧，然后比较轻，用起来还比较方便，对，这一套设备就是这样子了，然后就没有什么了。对，还有一个神牛的这个棒灯，对，这个神牛的 LC500R， 我觉得这个棒灯我还是很喜欢的，就是平常你像我这种垃圾小单兵，对，垃圾小单兵，有时候还是要用一下这个灯来做一些辅助的，这个灯还是蛮推荐的。当然，大家也可以去海鲜市场淘一个跟它性价比差不多的，这个还是有点贵，我觉得不是很划算。好吧，然后这一套设备下来，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，因为之前纠结了好久买哪些镜头，换来换去，最终还是选择这一套。然后呢，除了我拍一些活动啊，包括婚礼，然后自己也会去玩一些旅拍什么的，所以这一套设备可能对于旅拍来说还是有一点重了。后续呢，我可能去做一些轻量化的，去实现这个旅拍，让它更轻松一点，因为平常还是比较累。哦，对，还有包的话，我之前出过一个视频，我用的是那个乐色宝的金刚2代。对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包，这包还是挺能装的。后面我可能去买一个拖箱吧，买个箱子，那箱子可能比较好用。好吧，这期内容就是这样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大家如果说对于我这套设备有什么想法，或者是有什么可以让大家一起去讨论的，欢迎大家讨论，好吧？然后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了，拜拜。